剑玫瑰迪丽热巴演邓妍，提前3月练格斗爬高墙。剧中邓妍承诺破布了案脱警服，真实打拐细节戳人心。深夜街头，女警邓妍被求助的小女孩引入黑暗小巷，竟落入拐卖团伙的陷阱。利剑玫瑰揭开2009年打拐困境，没有高清监控与数据库，警察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。迪丽热巴为角色剪发练格斗，3米高墙攀爬戏亲自上阵。当失踪儿童母亲颤抖着问还能找到吗？邓妍盯着寻人启事立誓，破布了案就脱警服。深夜的闹市街头，一个小女孩带着哭腔向女警邓妍求助：“阿姨，我回家的那段路很黑，我不敢一个人进去，你能送我吗？”善念却被坏人利用。走过狭长黑暗的小巷后，邓妍被一伙人捂住口鼻拖进面包车。那个看似天真烂漫的小女孩，竟是人口拐卖组织的帮凶。这个来自热播剧《利剑玫瑰》的开场，是否也让你后背发凉？《利剑玫瑰》将故事背景放置于2009年，当时打拐寻人网络尚未具备大数据，没有高清摄像头、路网布控等技术的加持，寻人数据库也均未完善，打拐工作困难重重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迪丽热巴提前3个月泡在警务特训营，剪了利落的短发，每天练格斗、爬高墙。剧中3米高墙攀爬、灭火器制敌的戏份全是亲自上阵。有场密闭空间搏斗戏，她被绳索捆住时喉间的喘息声，挣脱后眼神从惊恐转凌厉的瞬间，被观众夸根本不像演的。原本一心要进禁毒支队追查男友死因的邓妍，因为在解救婴儿人质时的果敢表现，被直接调到天海市打拐办当代理主任。刚上任时，同事们的质疑毫不掩饰，有人私下议论空降来的小姑娘懂什么打拐，搭档常瑞更是明里暗里透着不服气。骆小雨失踪案成了邓妍的下马威。打拐办的6人小组跑遍全国多个省市，调取的监控录像堆成了小山，走访的证人能列满好几页纸，可失踪的孩子依旧音信全无。骆小雨的父母在寻亲途中相继离世，只剩下姐姐骆小星每次来警局都红着眼问还能找到吗？邓妍盯着墙上密密麻麻的寻人启事，一字一句承诺破布了案就脱警服。剧中的打拐活字典尹建生倒是成了邓妍的隐性导师。这位退伍兵转业的老民警，为了追查小杨玉被拐案，连续熬了7个通宵，最后直接晕倒在开车去取证的路上。躺在病床上输液时，他还拉着邓妍的手念叨：“那孩子左耳朵后面有颗痣，你记着。”双引号。邓妍自己也没少受委屈。追查拐卖团伙时，他被诬告停职，还遭遇过买凶暗杀。最棘手的是，最后查到的犯罪嫌疑人里竟然有自己的表嫂。审讯室里，表嫂嘶吼着：“你敢抓我！”邓妍却只是把证据一一摆开，声音没一丝颤抖：“亲属涉案更得查。”双引号。利剑玫瑰不仅展现警方雷霆打击的震撼场面，更将深度聚焦被拐家庭的伤口愈合。当失踪儿童扑进母亲怀抱的瞬间，天下无拐的终极理想绽放出信仰之光。读者们，但这部剧是否也让你思考，在与拐卖犯罪的持久斗争中，我们每个普通人能够做些什么？